嗨，大家！天哪，又是好久没有录影的日子，然后今天有一点时间来做一个快速近况更新。然后今天要分享的是第二个O1回台湾面试到拿他入境的快速分享。前情提要一下，就是我过去的2个月回了台湾，在台南驻村，然后忙到完全没有时间录音，然后就回来了。所以之后我会再找个时间录一下台南驻村的经验分享。那首先就是O1那个时候申请一样，大概是等了半年才通过。你拿到签证的时间就是跟你去面试是不冲突的，你可以是拿到签证后在美国境内即刻生效，一直到第一次你离开美国要再重新入境，以O1入境的时候再去做这个动作也可以，或者是你是在境外生效，那你可以在拿到签证后的隔天就去面试，但是就是依照你怎么样预约你要去的那个大使馆或是办事处。那像我呢，因为我是在美国境内的时候O1通过，所以我就是即刻生效，就是做我该做的工作。那这一次是这一个签证生效后第一次要离开美国，超级紧迫。我还因为行程的冲突延后了一次，真的超怕预约不上，但就还好，就去了。所以给大家参考，就是我预约的时间是3月中，然后我那个时候预约是12月底吧，就已经要到2-3个月后了。目前这个政府的状态就是比较严谨，他给的时间也比较少。我是预计4月要回来，那一般来说大家会说面试完通过了，他处理程序的时间大概是1周。所以我就是抓说我一定要在最晚3月中嘛，这样子3月底左右拿到护照，我4月初才能回来，就是拿回来我的护照，然后旅行这样。我约到的时间是早上9点，我就是一大早从中部出发到台北的在台协会，然后准时报到之后就进去，大概9点15分的时候已经跟同一个时间点的人在空间里面排队队伍超长，人超多。他们现在处理的方式应该就是说比如说9点是几十个人同时报到，15分是几十个人同时报到，然后报到后就是排队，就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签证就是排队。我大概排了平均是1个小时左右，所以大概10点快半的时候轮到我，但是我的面试5分钟左右吧，我觉得甚至更少，就结束了，然后就说哦好，你等通知，就是来领护照。我的部分呢，其实就是问非常，就是我觉得就是他们该问的，然后很基本的问题。我觉得也因为我已经在美国生活几年了嘛，所以有点像所谓早就已经习惯美国生活的人，所以对我来说应对就是可以全英，然后我自己觉得我算是蛮跟当地人，就是美国群体们很有在交流的类型，所以可能我讲话的内容或用词都比较口语一点，自然一点。所以像他就会问我说那你是做什么样类型的艺术？就我是视觉艺术 visual artist， 跟表演艺术混合 mix performance art 这样。那他就问我说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近期的成就？那我就跟他讲说我去年在纽约的总督岛有一个个展，然后我在皇后区的皇后大学也有个展，然后我还拿了纽约市的底下的就是政府底下的艺术的补助，然后做了我的展览这样。然后我就看到他一直在打字，
就面试我的那个面试官，然后我就等他，我就说请问我还要继续吗？然后他就这样，不用，你通过了。然后我就好，反正就通过了。然后我原本想的是就是1周后可以领，结果没有，隔天我就收到 email 说你的护照好了。我想说太快了吧，当然是好事，但是因为我刚好在最忙的时间点，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很紧张，因为我很清楚知道我接下来2个礼拜都在南部，真的没有办法，我也觉得没有顺，就是以行程上来说，就是去台北1天，然后拿那个护照，所以我就一直拖到最后剩下，因为他的 email 意思就是说护照会在那个地方保留2周15天，如果你都没有去领，他就会退回去在台协会，但他没有去讲说退回去在台协会后的后续处理是什么，所以就是说反正意思就是说你15天内赶快去拿。那分享一下，就是你当时在申请面试的时候，他其实会问你要怎么样取得你的护照，所以其实不用像我一样这么笨，就是还要回去台北领，或是说去，他有选项啦，也有一个是高雄，但我那时候想说台北离我比较近，不然我早知道就去高雄了，因为我是那2个礼拜都在台南，但反正我就想说省一个运费，然后去台北玩一下，就是我当时的想法，真的太强了。反正我就是一直到我台南的驻村结束之后回台中，我才准备要找一天去台北，然后他们就还打电话来说，不好意思哦，请问你要不要来拿？我说我要去，明天我就去了。所以我就得自己去一趟，但反正就是它有选项，就是你在当时预约面试的同时，就可以选说你要不要直接是邮寄到你家，或是再邮寄到哪里你再去拿，反正可以寄到离你比较近的地方这样。有拿过O1，或者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要申请O1的人有没有了解过？反正O1是其中一个签证，我觉得很理应要是比较放心或是友善的选项，因为O1没有什么特别你一定要在入关的时候准备的文件。之前的经验当然有，他们会看我的 Instagram， 或是我有被送进小房间过一次，在西岸的时候，我觉得西岸的面试官都比较容易针对一些特定的群体，有点比较疑心比较重，所以我那时候被送进去过小房间。那他们就是稍微看细一点，就会说他会先问我你要接下来要去哪里，然后你要做什么，然后如果你谈到说你要办展览，或者说你要干嘛干嘛，他就会说那你可不可以给他看通讯的内容，比如说有没有 email 是跟你工作的对象的内容有写到时间地点或是怎么样的，所以我当时是有给他们看邮件的。那另外一次进来是他比较是那种健谈的对象，所以他就说你是做什么样的创作，你可不可以给我看你的网站或是 Instagram， 就是网络上可以看到的公开内容。那这一次呢就又更比我想象中还顺，但是就是供参考，就是因为目前大家看到的一些机场没有足够 TSA 人员啦，或是说有一些混乱的状况下，就是大家在担忧的事情。我这次入关呢是没有什么混乱的情形，但是明显确实就是可能人员没有很足，所以我等了大概也是1个多小时，8点半吧，等到9点多快10点，但是轮到我的时候一样也是5分钟内就过了。是我第一次拿O1，然后被问最少问题，甚至没有任何查核，我觉得超感谢，就是觉得有被信任的感觉。他大概就说你从哪里过来的？我就说台湾。然后他就说所以你的职业是？我说艺术家一样 visual artist。你住址还是一样？
好，就过了。我想说，好难得没有遇到一个就是更多问题的人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很晚了，然后我是真的很累，但是我也保持很友善的态度。我感觉他能够感受到我的累，然后我也能感受到他的累，所以就是有一种一样又回到刚刚的，就是那个点，就是说我看得出来应该是有生活过几年的人，就没有那么生疏，所以就是我的前后有学生，然后也有那种旅游的，就是都是一些可能你比较需要出示更多文件的类型的签证。不过我个人这次回来，其实之后我有很多必须要好好处理跟正视的地方，所以可能又不会有什么更新，但我会努力，然后还是希望我的经验这么多年来可以帮助到大家，所以谢谢各位的观看，我们有机会再见。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的新朋友在这里？这只好吧，就先这样啦，就是给大家参考。忘记说了，今天是4月10号，还没过午夜，所以2026年，没错。